你知道你的身体里有着一些看似没用，可是却有大用的身体器官吗？它们到底是在人体的进化过程中退化的产物，还是生来就是没有用的呢？好了，不多废话啦，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一下10个在人体中看起来没什么用的身体部位吧。第一个，男性的乳头。男性的乳头既不可以像女性一样可以分泌乳汁来哺乳，在性爱的敏感度又没有女性来的强，那它到底有什么用呢？用来白眉？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屏幕前的男性朋友们，你们敢想象自己的身体没有乳头的模样吗？其实男人跟女人之间之所以都拥有乳头的原因，是因为在胎儿发育早期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性别的特征的差异，只有到了胎儿的发育后期，睾丸激素才导致胎儿拥有了性别，但是这个时候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乳头都已经发育成型了，所以有人会说男性的乳头其实是一个退化器官，但其实不是，它只是一个没有发育的器官，是为了女性乳房发育需要而存在的一个既无用也无害的人体副产物。第二个，阑尾。阑尾就真的是一个人类退化了的器官。我们常听到阑尾炎的发生，就是因为阑尾腔十分的细小，而它又是盲管的原因，所以经常会有一些食物残渣以及粪石进入其中，造成了堵塞而引起了发炎。而阑尾炎唯一的治疗手法就是直接割除，更有主张有病就割除阑尾，没病也可以割除阑尾的这个说法，所以这就导致阑尾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没什么大用，但其实阑尾它既可以抵御病菌，还可以增加人体对癌症的抵抗力。如果没有阑尾炎的话呢，最好的话还是不要随便去割你的阑尾吧。第三个，智齿。大多数成年人都会有32颗牙齿，其中就包括了4颗智齿。但是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会因为智齿长出来造成疼痛而选择去拔掉它，那智齿是不是就很没用呢？不是的。据说在远古时期，人类的远祖都是拥有智齿的，它的作用是为了帮助远古人类去咬那些比较难啃的骨肉。但是由于如今的食物都发展到比较精细了，其实普通牙齿咀嚼起来就已经不必那么费劲，有没有智齿早就已经无关紧要了，甚至智齿还有造成发炎的风险。第4个，毛发。其实人类的毛发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器官，因为它既不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还会成为寄生虫的栖息地。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其实人类真的没有用毛发早就已经退化了。现在生下来的所有毛发，每个都各自拥有自己的作用。例如头发，它可以帮助人类的头脑散热，并且可以避免阳光的直射。而腋窝的头发可以在人类上肢协调动作中，比如像是你抬手拿东西的过程中缓冲摩擦，帮助排汗等等。而阴部的毛发则是更重要了，阴部毛发会对人类的生育位起了通风换气的作用，以及在发生性行为时对缓冲撞击和摩擦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而且特定的毛发，比如头发，其实对一个人的外在形象还是很重要的吧，无论是帅和美都有3分，离不开发型的设计吧。第5个，尾骨。尾骨其实就是人类进化后尾巴所残留的部分，但是不要以为它是尾巴所残留的部分就以为它是真的没什么用了。其实尾骨是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零件，根据研究表明，这小小的一节骨呢，是一个可以帮助内脏保持在必要位置的一个重要支点。如果你将尾骨割除，那么你还会出现了内脏器官下垂或是脊椎方面等等问题，生命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尾骨只是听起来无用，但是其实它的作用大得很呢。第6个，扁桃体。相信所有人都知道扁桃体，但是你知道其实很多年来的各个医学专家们都有在讨论扁桃体的作用。有一部分人认为扁桃体其实就是一个退化无用之物，它的理由是因为它的位置就在于细菌经常出没的咽喉要道，它会成为一个细菌窝，对人类健康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有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扁桃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免疫器官，它可以产生淋巴细胞，这些淋巴细胞进入到血之后能够杀灭细菌以及增加人体的抵抗力，包括了你的抗癌能力。第7个，腺样增殖体。这器官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用了，因为腺样体肥大会妨碍你的呼吸，并且影响了鼻窦的排泄，导致你患上鼻窦炎的几率大大的提升，也会使得咽毒管阻塞，导致了中耳炎的发生。第8个，鼻窦。讲到鼻窦，我头脑第一个冒出来的一个词语只有鼻窦炎，就是我没有什么关于它的作用以及其他方面的相关资讯跳出来。但其实鼻窦还是蛮有用的。鼻窦呢，它可以减轻颅骨的重量，还可以给你的眼睛降温。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鼻窦更是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对容貌有所影响。毕竟
鼻子越高人越好看嘛，但是好像作用也不是到非常大。第9个，长长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拥有长长肌。想要知道到底有没有的话，其实非常简单。你现在握起拳头，看一下这里，这个就是长长肌。而长长肌主要作用其实就是为手腕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支撑。但是曾经有人说过，没有长长肌的人其实是握不了球的。那这个是真的吗？当然不是哦。实际上，长长肌就是一块已经退化了的肌肉，它原先负责的一些动作早就已经被其他肌肉所代替了。长长肌可以说是移植专用的最好肌肉之一，比如可以将长长肌用来鼻尖等部位的塑形，亦或者上颚肿瘤割除后缺损部位的整形，还可以在某些部位的肌腱断裂后用长长肌来进行移植等等。所以本来其实的确已经没有什么用了的长长肌，在人的智慧下，它变成了一个极其有用的移植专用器官。第10个也是最后一个，半月皱臂。这个半月皱臂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第3眼脸，就是当你轻轻翻看你的眼脸的时候，靠近眼角的粉色内露至皱臂的部分就是这里。其实对于鱼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以及部分的哺乳类动物来说的话，第3眼脸具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比如鸟类在潜入水中捕鱼的时候，第3眼脸就能瞬间闭合，起到护目镜以及偏光镜的作用，增加了鸟类在水里捕鱼的成功率。但是对于人类来说，第3眼脸都已经退化成了半月皱臂，就是一个非常无用的器官。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它会保护我们的眼角膜，以及清除眼睛里的异物，并且它会防止眼睛出现过分干燥的情况发生。人体呢，的确有存在着许许多多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器官，但是它们其实都是一个人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没有了它们，虽然不会致命，但是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吧？毕竟达文西曾经说过，人体是大自然中最完美的产物。好了，今天内容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今天内容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分享。我是EJ，那么同一时间同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